嘉宾吴先生32岁，来自河北，工人。女嘉宾李女士27岁，同样来自河北，个体。来，欢迎两位。压力特别大。对。压力主要来自于他的上段感情吗？对。你一开始就告诉他了吗？一开始我的情况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是一个离婚的，而且还有一个孩子。你都知道啊？我都知道。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本来我一开始还挺犹豫的，在经过一段了解的情况下，然后他对我也挺好的，然后各方面照顾我也挺周到的，所以我才决定试试看。然后我往下走的这一段路，我觉得我压力特别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这种情况，我家人本来就不同意，后来就是反对特别严重，就是特别激烈，导致现在就是我爸一看见他就要打他。要打他？对，他爸打过我不是一次，就是因为他父亲不愿意我们两个的事情。有一次我送他回家，他父亲从车里把我拽出来，指着我说那个你要不要脸，长不长记性，话音还没落就开始打我，结果打得我到现在这个还有后遗症，我的2个眼睛的视力都不一样。父亲言行比较激动，比较过激，你总得问问爸爸吧，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他父母那边一直想让他跟他前妻复婚，他父母就去他前妻家，然后找他前妻父母说复婚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后来翻他手机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当时我就特别生气，直接拿起来电话我就给他前妻打电话，然后他前妻态度特别不好，还一直指责我说我为什么给他打电话。本来你不应该给人家，有什么事咱们自己解决，你给人家打电话有啥？我跟你解决了吗？再说又不是我想跟他复婚。你不想跟他复婚的话，你可以跟你父母说吗？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说了管用了吗？你父母不还是去他们家了吗？我的决定，我父母的决定我管了啊。我给他前妻打电话之后，然后他前妻就在电话里面就态度特别不好，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就直接去他前妻家了。然后我就想问问他前妻到底是想干嘛。如果说想复婚的话，我不想掺和他们这段感情。你凭啥去人家家闹？我去他们家你凭什么呀？也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如果我再有办法我也不会去的。你还说那次不是你去闹，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吧？当时我前妻的父母给我打电话说他去人家闹了，然后我就开车过去把他带走了。当时我前妻的父母扒着车门要打他，我怕他挨打呀，我就开车走了。当时我也没注意，然后把我前妻父母就是还有他们家人就扒着车门嘛，不小心给带摔了，身上摔的也不轻。然后他们人家还报警了，当时还讹了我们2000块钱。这件事情他父母根本就不闻不问，然后到最后还去我公司问我指责我，他当时也在场，他都没有维护我一下。不，这个是你男朋友的父母要跟前妻是说复婚的事儿，你为什么直接去人家父母家了呢？我就想问问他们到底想不想复婚。你直接问他呀。他不告诉我呀。我啥时候没告诉过你？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复婚呢？你说有用吗？你跟你父母说明白了吗？我跟我父母怎么是没说明白？没说明白。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不可能去复婚。怎么可能会去你前妻家呀？前妻想和你复婚吗？没有，就是我父母看着孩子有点可怜，就想让我跟我前妻复婚。但是在我这儿也不可能复婚，我前妻那儿也不可能复婚。那你前妻为什么又把他打了呢？就是他去人家闹吗？怎么听起来你们这一个大家庭啊，这么混乱呢？就是很乱，因为他根本就没做好这个桥梁。如果做好的话，你离婚多久了？13年离婚的。孩子多大了？6岁。孩子是归我。你的爸妈在帮你带？对，我父母在带。我也跟他说过，我不可能跟我前妻复婚。就是他在这儿可能是不相信我也好，或者是怎么，就是我是不相信你吗？你今年说我明年跟你结婚，我明年说后年跟你结婚，一直到现在了，有音信吗？所以你父母现在是坚决的反对，对，并且见他一次等于让他走一次，对，见我一次打一次，这么严重啊？对，说实话就是见一次打一次。我父亲脾气特别不好，而且我父亲特别护着我。那次打完以后。
他又跟我说什么我父母对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父母怎么对你不好？怎么对我不好了？你不知道吗？有一次我就跟我爸在家里面产生特别激烈的争吵，就一气之下我就离家出走了。我就找他的路上，我就不小心把脚给崴了，当时崴的可严重了。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他跟他前妻的老房子里去了。然后到他们家之后，他就给他妈他爸打电话。那这个事儿我肯定要跟我父亲打电话说一声。那你当时你爸说啥呀？那是我爸说什么？他的意思也不是说轰你啊，他毕竟是说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跟你父亲吵架，本来你父亲就对我意见都大，结果你还因为这个事情跟家里闹翻了出来。他父亲就是怕他前妻知道我去那个房子住了，然后耽误他们两个复婚，然后就马上就轰我走，就态度特别不好。因为当时我在电话旁边，我听见了。父亲不愿意让你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就是希望你和前妻能共同照顾孩子，是吗？对。是他年纪太小，照顾不了孩子吗？我对他孩子一开始都挺好的，我带他孩子又出去游乐场玩，然后我还给他孩子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然后我有的时候还会辅导他孩子学习。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一次他弟弟带着他孩子出去玩，然后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堆东西，然后他父母看见了就立马给人钱，就从来都没有问过我说孩子说你带这个我们家孙女儿说出去玩去说花多少钱呀，是吧？连关心都没关心过，然后就认为我就是理所应当的。本来就是那是我的孩子，在咱俩搞对象，并没有结婚呢。不结婚他也是我的孩子，咱俩奔着结婚去的，凭什么你就不能管呢？你给孩子花钱就不应该怎么着？我应该，但是你作为老人，你也应该关心我一下吧。我去你们家每次都是吃剩菜剩饭。你觉得他对孩子好吗，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对孩子还不错，后来我父母总让我跟我前妻复婚，就是因为孩子，他所以特别恨这个孩子。现在你恨这个孩子？就是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这个孩子。我的天呀，孩子都不喜欢了，这你们未来怎么走啊？对于现在来说，我父母对他的观念已经改变点了，就是我父亲也说过，想结婚的话就结吧。我父母也出了20多万给我们两个买的房。他说他们家买房给我们两个预备结婚，我当时还挺高兴的。我就去售楼处找他们，结果我到售楼处了，他父亲在那块儿问人售楼小姐可不可以在我儿子后面写上我们老两口的名字，买一套房子写一家人的名字。写一家人的名字，你们是要防谁呀？他们也不是防谁呀，因为我离过一次婚。对于我这个婚姻生活，他们本来就没有信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因为咱俩要结婚，他可能去借20多万去买房吗？那房也可以给任何一个人，给任何人。咱俩要是不跟我父母说结婚的事儿，可能的去借20多万给咱俩付这个首付买房吗？本身家里就没有那么多钱。你们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家去说，为什么非得当着我的面说呢？我是配不上你们家啊，还是怎么的呀？你父母就这样对待我，就当着我的面什么话都说。那是没把你当外人。没把我当外人？我跟你结婚了吗？有一次他母亲住院，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家什么习惯，然后他也没跟我说。我去的时候我并没有买什么东西，因为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然后等他母亲出院的时候，他父亲就怪他说那个你对象上医院去怎么都没给我们买东西，说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然后他就带着我去超市买了点东西，然后去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他父母还是不依不饶的，就说出院了你才买东西，说那个你都这么不懂事儿，就当着我的面就这么指责我。然后他在旁边他都没说啥。我能说啥呀？本身老人在医院住院，咱们做小辈的去医院看是应该拿东西吧，这还用我说？但是你们家什么习惯我并不知道。这不是习惯不习惯的事儿。我看我们家人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带过东西。这不是习惯不习惯的事儿。我去看一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了。在咱们心里边，人家是长辈，去医院看必须得拿东西。你不是跟他一起去的吗？他不买，你买不就行了吗？我买过，但是我父母心里特别清楚，知道他没买是我买的。那你做的不像喽。对，那父母就是对我特别不满意，而且他一直都特别向着他父母，一直也没维护过我。
我每次去他妈他爸全都不给我好脸色看，就好像我欠他们家钱一样。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要务必问清楚，父母之所以那么想要你们俩复婚，你说是因为孩子，那我就想问你跟你前妻是因为什么离的婚？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什么感情的问题？是有人有背叛或者是别的？不是，我跟我前妻离婚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呢。性格不合？我们两个那一个星期7天有6天全是在吵架。不管这个前段感情你遇到了什么，而这一段感情我们听起来真够轰轰烈烈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来，我们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数了一下，他爸打过你不止一次。对。你前妻的父母打过他，你刮倒过你前妻的父母，这是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为什么明明能用言语、用交涉、用沟通解决的事儿解决不了，就要动手？说明彼此都没有努力想去言语来沟通和解决问题。我不觉得你爱他，你刚才嚷嚷的时候我没有听出一点爱来。如果你爱他，你会不跟他解释清楚你和你前妻之间家里那些破事儿吗？会让一个女孩，没有结过婚的女孩，上自己男朋友前妻家去闹，还被打得一塌糊涂。你可以说是姑娘傻，但如果你但凡能把事儿说清楚，安慰好，沟通好，她用去自取其辱吗？去得着吗？他爸爸一开始不是见你就打，对不对？你爱一个女孩，爱到她的父亲见你就打的程度，他父亲打人不对，但为什么会激化到这种程度？你爱他爱的什么呀？你能给他父母一点安心吗？我家里大姑娘跟你谈恋爱2年多，拖着不结婚，受你父母各种气，还被打。你说你爱他，你哪爱他呀？沟通无效，不给保障，父母那边你也不能摆平，孩子你也搞不定，前妻藕断丝连，你爱他什么了？这个爱字最起码有个心在里面，你的心在哪儿呢？你自己不用心，谁也帮不了你。姑娘，你不是没问题啊，你们家也不是没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么清楚，这些事实你自己都经历过，难道你不知道进退吗？不知道取舍吗？既然带不了孩子，搞不定他父母，断不了他和他前妻的联系，你也搞不定这个男人，何必还继续呢？你知道你女朋友为什么这么难过吗？你被她爸爸打，我本来是同情你，可我现在不同情你，你真的伤透她的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在你父母面前受屈辱，她甚至在你前妻面前也受屈辱。如果她不爱你，她为什么要受这些屈辱？其实我跟你讲，我也是2婚的男生。乃馨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永远的缺爱就是我曾经娶了别的女生。你知道他要接受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大的让步吗？可是你不会这样想，你就觉得你搞不好觉得说，我娶你还是给你面子了。他愿意嫁给你这件事情你要感激，因为你还有一个孩子，他必须接受他。他如果不爱你，你的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不是因为爱吗？女生，我理解你心中受伤了，但是孩子是无辜的，你要去爱他，不要让一个无辜的孩子承受你们上一代的恩怨，这是不对的。男生嘛，如果你要他，我劝你开始做一个大男人，解决你跟你前妻对他的疑虑，解决你父母之间对他的疑虑，你要一肩扛起。当他心里伤口慢慢抚平，你们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否则他就算现在嫁给你，我跟你讲，你们现在这样的关系不会有真正的快乐，真的，你的孩子也会受累。大男人不要有身段，在爱情面前不需要骄傲。谢谢老辉。我觉得你应该在乎一个问题，从你接触他知道他是2婚的时候，你就应该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他是怎么离的婚。我们说看一个男人，最关键看他的品质是看他怎么对自己的家人。那么对于一个二婚的男人，这个人怎么样，你就要看他怎么对待自己曾经的前妻和自己的孩子。对孩子你看出来了，他几乎没有担当，孩子都是父母在带。换者言之，他没有承受上一段失败婚姻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他没有买单，是父母在买单。第二，就是他对他前妻，他说他跟前妻是性格不合，老吵架，一个星期6天吵。但我就纳了闷了，如果说前妻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女人，为什么他的父母那么怂恿他跟前妻复婚？你还没有弄清楚他上一段婚姻怎么离的婚，你居然就做出了以上这些所谓瞎胡闹的行为。甚至我认为最愚蠢的行为就是你跑到他前妻门前去兴师问罪。如果应该问前妻为什么老是要跟他复婚，你应该去问他或者问他的父母，即便他们不说，退者求其次，你约他的前妻到咖啡厅坐坐，怎么了？你跑人家上门去兴师问罪，于理于情你都过不去，所以你说你不讨打吗？虽然打人是不对，所以说你很不聪明，而且你也没有做好准备去嫁给一个曾经有婚姻的男人。如果你有准备嫁给有过婚史的男人，你第一应该了解他的过去，第二你就要承担一个不是和头婚的男人结婚的委屈，就是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第三，就是你要跟他一起负起上一段失败婚姻所带下来的责任，那就是孩子，你必须得承受。如果你想结婚，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他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一切的准备，你干嘛要跨进这个家门呢？你干嘛要去做呢？而且做得那么的不聪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到人家家病房去看人，还说这是不是习惯的问题。小学生都知道买点水果。你从严格的角度上来说，你是没有资格结婚。第一，你并没有从上一段失败的婚姻当中提升过什么，成长过什么。父母要你跟前妻复婚，这种方式我不去论他是对是错，至少他不应该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是你让他们不干涉怎么办？你的孩子要他带，你的房子要老两口买，你还非常嚣张的跟他说借20万。是谁在逼父母借20万？父母是看着他的面子借20万吗？还不是迫不得已，为了你才借的这20万，老两口。所以说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回去承担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把孩子好好的照顾起来。等到你什么时候自己独立，能够照顾这个孩子，你再去谈所谓婚姻的事情。还有那套房，我认为理所应当应该写他父母的名。为什么要写你的名呢？本来就是别人出的钱，也许你会觉得是防你点什么，那我告诉你，他就是在防你，又怎么样？因为在那老两口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他应该回去找前妻，而这曾经的过往你一点都不了解，你生哪门子气呢？行了吧，别胡闹了吧，你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家庭，趁早回头是岸。讲清楚吧，好吗，两位？接下来我们进入黄金60秒。其实咱们俩的感情，说实话没有什么，主要是我跟我前妻这边的关系我没有处理好，还有我父母那边的关系，这一块我会解决好的。回去我前妻那边还有我父母那边我都会好好解决。你父母对我的态度一直也不好，然后加上你自己也没有主见，我父母那么强烈的反对，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你让我再想想吧。来，请亮灯吧。来，两位回去吧。请关门。欢迎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 剧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接下来两位年轻人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伸手永远的爱我？其实我挺舍不得我们两个的感情。
这2年多过来，其实真的不容易，我还会努力。结过一次婚，再去找一个头婚的人结婚，好像大家都会觉得有点不平等，而那些带着孩子的人也会觉得挺自卑的。但是如果每个人能够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他会非常有底气地说，我结过一次婚，我知道生活的不易，我改变过我的错误，你看我把我的娃带得不错，那么曾经过的一次婚史就不是自己的羞耻，而是自己的光荣，那是对于生活的沉淀。人过一天得长一天的本事，得有一天的收获，结过一次婚照样得知道点什么，别结了一次还白结，还让父母来承担，那你这日子才叫白过了。好好努力生活吧，来回去吧。亲爱的，为什么